林浩攀爬上船之后，才发现这是之前和自己有仇的那一艘2147。林浩在来福的身上轻撸了一把，目光一扫，就见到甲板上放的木箱，竟然有20多个木箱子。他双眼一眯，木箱正是之前装黄金的箱子。又转了一圈，还真的没有发现一个人。下一刻，他再度跳入海中，往胡子所在的方向游去。大虎见此，还缓缓地向他游过来。胡子，给我盯着点，有船只靠近就通知我一下。胡子嘤嘤2声，等到林浩上了船，这才尖叫一声，然后汇拢大部队往远处游去。船上有黄金，已经打捞上来的有20多个木箱子，没人。见林浩摇头，陈父挠了挠头，人到底去哪儿呢？林平看向自己老弟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陈父也知道，现在不是追究对方人去哪的时候。白天2艘船靠在一起太显眼，他们可能怕被路过的船只看到。船停在了岛边，我们可以将船往北再开一段，到达真正黄金所在的地方下锚，先打捞海里的。到了夜里，咱把船靠过去，所有灯都熄了，再把对方船上的搬到自己船上。林浩想的还算稳妥，三人没有异议，将网收了上来。等到了晚上，便开始行动。咱换着下去。爹叔，你俩就别下去了，这些设备你们没使过，我跟大哥下去就行。林浩和林平2人已经在穿潜水服了，氧气罐备上之后，林浩当先跳下水，林平紧随其后，大壮便带路。陈父和林安国见到林浩又跟一个海龟这么熟络，皆是面面相觑，怪不得他的运气一直这么好。好家伙，海空都有眼线啊！到了，大哥。两兄弟开始动手，用网包套住木箱，然后拴在绳子上，接着猛拉2下绳子。船上的陈林2人看到动静，便会猛拉绳子，如此反复，一直到傍晚时分，才把箱子搬完。林浩上船后往甲板上一躺，快把这一身皮给换了。陈父已经在启动船只，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先离开这，一直往北，驶到了之前撬鲍鱼的地方。林浩这才让船重新下锚停下来。你们歇一会吧，我们过了10点再过去。林浩点头，这会浑身软得跟面条一样。林平也好不到哪去。起来，船已经靠到了一起。林浩翻身坐起，发现自己这艘船的灯已经完全熄灭了，正与另一艘船平行的停在了一起。我跟你叔过去搬，你俩在这边接着。爹，用吊臂吧，一箱看着小，有好几十公斤呢，你们搬不动的，我跟大哥过去。又扭头对林平道：大哥，戴上手套。差不多3个小时，才将另一艘船的20多个箱子搬过来。走吧。阿浩，要不把他们的船给弄沉了？听到林平要把船弄沉的提议，林浩心思一动，怕不好弄吧？修很难，但想弄沉还不简单。不是，我是说人为破坏的，万一到时被人发现船只，会猜出点什么。林浩的担心也是在理，他话刚说完，头就被人拍了一下。我和你叔出马，你以为那帮人能查得出来？林浩闭嘴了，老爹变化很大。以前从不动手，现在则是能动手就不避避。两人把钢船开得离远了一点，就听到身后一阵的巨响。大哥，快点开回去！林浩急忙催促，林平也不敢怠慢。船靠到了近前，就见陈父刚从下舱里钻出来。破口有点小，得掉头再来一下。叔，能撑多长时间？估计2个小时左右。那正好，咱开着这艘船到海沟，直接沉在海沟里，以后就算打捞上来，也不会联想到这个岛。一听他这话，陈父双眼一亮，是个好法子，刚好是夜里，咱快点。说干就干，本打算让和老爹在一艘船上的，结果老子直接发火了，让他快点滚回去。阿浩，你跟阿平说，与我这艘船保持平行，就算碰到其他船只，对方也只会以为咱是双船拖网作业呢。林浩心中暗叹，还是老人想得周到。2艘船全都加大了马力，1个多小时后，终于到了海沟。离远点，走吧，不用看了。这艘船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就不上来。把网下入水，越往回走船会越多，不下网容易被怀疑。林安国说着便起身，两父子把网下到了海里。阿浩，箱子不保留，这个带回去没地处理，烧了倒是行，但咱根本不好卸下船啊。林安国一听，3人动手拆箱子，一直到天亮才将最后一个箱子拆完，扔下海。而此刻库仓内已经摆满了桶筐，而里面装着的全是黄澄澄的金砖和金币。已经是早上8点多，林平开始做饭。吃饭的功夫，2个老同志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：阿浩，这太多，咋弄回去？就算是夜里下火时，说不准都会有人注意到。要不放到养殖的那个岛上？林安国刚说完又自我否决。不行，放那边老刘肯定会知道。要不我们放在燕窝的那个洞里？够隐秘，这么长时间有燕窝产出，但一直没人发现。其二那地方有空间，可以放进去这么些东西。行，那你带我们去看看。到燕窝岛的时候是晚上的12点钟，4人再度忙起来。林安国留着看船，陈父负责在底下看筏子，两兄弟则用网包开始往上背，连着好几趟。林浩身上完全被汗湿了，心中感慨：为了这么一点金子，自己容易吗？我来背2趟，你看一会筏子。
陈父见他喘着粗气，不由分说提起筏子上装好的网包，往身上一挎就往上爬去。陈父背了一趟下来，对着林浩道：“这地方真不错，上边的空间足够大，而且一旦涨潮，网上的这一个口子会被淹，等于说要进来，还要赶在退潮的时间点。叔，这批货估计要放这里一段时间了，那就先放个1-2年吧。阿和也知道这里是吧？阿和不用担心。”陈父又一次上去，大哥已经背了2趟一起下来了。我看了一下，顶上还有个口子，燕子应该是从那个口子进出的。我觉得向下这个洞口，要不还是封起来吧。我还想着休渔期再来采一次燕窝呢。陈父摆手：“暂时先搬上去，剩下的我和你爹商量，看怎么着。”筏子上带的几百公斤搬完，林浩又撑着筏子回大船搬运了一次。回来后让陈父休息，他接着搬。大哥，你也歇一会，我一人先运2趟。4个小时终于搞定了，天色依旧很黑。林平开着船，不到2个小时，船就停到了镇码头上。陈东早就在码头等了，见到林浩上来，双眼盯着他一眨不眨，见他笑着微点头，也是长长的松了口气。老板，没多少货啊。叫来的搬运工看到零星的10来筐货，有些讶然。陈东心情好，笑着摆手：“大慌，帮我搬到店里，还是按老价钱给你们算。”哟，那我们可占了大便宜。陈东闻到了几人身上的汗馊味，对着自己老爹道：“爹，货交给我吧，你们先回去洗澡睡觉，船下午的时候还给对方就行。”大国，下午过来，咱俩去送船。林安国答应一声，4人便齐齐离开了码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浩刚睁开眼，就看到自己老子站在床边。你陈叔让我问你，那个燕窝他没采过，你们上次是咋采的？咋的？你们打算晚上过去？要不我跟着一起？不用你去了，我和你陈叔就行，顺便带点砖和水泥，采完之后把底下的口给封起来。那带2个大喷壶，每个燕窝的底部喷点水，然后直接用刀割下来就行。对了，多带几盏头灯，有小燕子和蛋的窝别动。知道了，就你啰嗦。林安国说完便出去，林浩则开始上起了网。大玉告诉他还有2个月就可以过来实习。渔法科再度催他快点去京城，说于叔那边已经问过好几次了。接下来2天，林浩闲下来了，便去收购站找陈雪。在楼顶，陈雪见他过来，直接塞了2个包子给他，2人一起上了楼顶。就见3个大男人正在抽着烟，而楼顶的地面上铺着大雨布，上面亮着全是一个个小角角。2晚上采的差不多，按你说的，高的地方没动，有小燕子和蛋的窝没弄，就采了这么多。林浩没有上手，这玩意没有完全干之前粘度很大，这差不多得有30斤左右了吧？现在不止，再晾晾差不多。你这2天要是没事就去一趟煞市，找阿雪舅舅帮忙，把这个给卖了。那我今天就去。上午去，下午就回来了，31斤多点，总共卖了50来万，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进账了。大哥，咱家的船出去有5天了吧？家里，林浩看着日历，算着老猫他们2次出海的日子。我估计还得3、4天才能回。我看了天气预报，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不错。对了，大哥，这次钓鱼比赛我把你一起报上去了。行，那到时咱俩一起。林平还在问钓鱼比赛的流程，却见林浩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是乾坤。市里有意租我们的船。对，一艘船4天的费用给的是20万，价格相当不错。钱总，这是你拿主意就行，船交给你营运，没必要告诉我和叶总，我们就等着分红，哈哈。又约着改天一起聚一聚，这才挂了电话。5条这2天的心情非常的不爽。这次他之所以组织这样的比赛，全是他侄子的怂恿。他侄子是个金融天才，而且自小爱钓鱼，打算进军钓具产业，所以便拟定了这次计划。5条先生，赵先生来了，应该又是关于那几个代理的事。格子山说完这一句，又紧接着轻哼一声，这家伙倒是积极，这钓鱼比赛还没开始呢，帮5条先生的事完成了一半还玩砸了，现在又要让他离开。格子山心中暗乐，出去后片刻再度回来，立在一边。我们的船丢了1艘。我知道，都是那群可恶的剑鱼，让我们不仅损失了1艘船，还牺牲了1个。5条面上突然变得很失落，语气越发的低沉。不是，是这次回去的2艘，有1艘迟迟没有靠港，而且已经完全失联了。格子山一怔，在海上失联，算一算时间也该好几天了，这很不正常啊。说不准，这一刻他不敢吭声，只是安静的站着。我要拜访本地的领导，出动直升机，大范围的搜救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好的，我去安排。不过5条刚起身，手机再度响了，赶忙接通，不一会就挂了电话。走，去请求直升机支援。对了，看有没有船只可以租赁，我要亲自出海去寻找。5条一方面急切于消失的侄子，另一方面也打起了沉船的主意。5条先生，那钓鱼比赛我们还按计划进行吗？
五条沉默片刻，重重的点头。现在收手，我们就亏大了。这次我亲自操盘，况且就算我们退出，这个活动也还是会进行的。他心中很清楚，只有成了才有资本，往后也能有好日子过。夜里，他睡得正香，手机响了，老猫通知船已经快靠岸了。两人一起骑着3轮车来到了镇码头，陈东也在这边镇码头等着了。老猫比你靠谱多了，大概有多少货都告诉我了。也跟我说了，这一趟收获还不错。老猫的短信中说有个30来吨的样子。没一会，船只靠了过来，船上众人虽说疲态尽显，但面上都带着笑。还行，上次卸完货我们出来，还没出湾我就叫下网了，运气好，第一网居然就爆了，3吨多的带鱼。老猫笑呵呵的道，说着还将一张单子递给了他。阿浩，你好点了没？其他人都在跟他炫耀着这一行的收获，柱子倒是第一个想到他的病。没事了，柱子哥。林浩多少有一点愧疚，所以他打算这一趟给他们多发点奖金。陈东已经将单子拿去了，正在一边打电话联系收购商。船只消失的消息根本遮掩不住，陈东很快就将自己所听到的告诉了林浩。不过更细致的他们打听不到，只是听说2艘回台湾省的船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一艘，市里不仅安排了船只，还出动了直升机，依旧没有找到船只的踪迹，确定怀疑不到自己身上，林浩也就放了心。这2天他不时的到市里，还有就是自己的天晴公司钢构操作间1期工程倒是完工了，不过办公大楼是混凝土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封顶呢。一直到天亮，货才将将的卸完，林浩就被陈东拉回了收购站。等到货卖完，账目核算出来，就到了上午的10点。这次收获不错，共有30多吨的海货，卖了有181万，加上之前的一趟有个17万多，扣掉所有的费用，还剩200万。听到这个数据，大家原本无神的双眼再度焕发了神采。第2天，每人的卡上都收到了5万块，老猫更是有8万块。对于银行卡里多出的钱，林浩给他们的回复非常统一，给的就拿着，别啰嗦。家里自己喂的，没吃一口饲料，你就放心杀来吃。要是不方便，我杀好再拿过来。家里就收到好几只鸡鸭，还有鸡蛋啥的。这不，阿策老爹刚赶了1只羊过来，就见柱子一手拎着蛇皮带过来，里面装着4只鸡。都这么有情有义的，哪还有黄世仁和白毛女啊？林浩长叹了一声，嫂子，羊就叫顾老三来杀了吧，这玩意味道重，没地方圈养。鸡呢？下午让老太太过来抓几只去，再就是留2只给我，我带到镇上给阿姐，他们在这边租房子。听说他老婆也喂了几只，不过现在肯定还小，不能杀来吃的。夏蓉答应一声，便去准备了。阿浩，这次让老猫他们单独出海。没几天，钓鱼比赛就开始了，自家船出海，2兄弟是不能跟着的。咱俩要参赛，也只能是这样了。对了，我跟罗叔说一下，让四哥和阿友一起吧。林浩想到还有2个预备役成员，刚好这次跟船一起去锻炼一下。饭后，林浩回老宅前，刚好看到老罗老婆在门口跟几个妇女聊天。婶子，我叔在家不？出不了海，他带着阿斯在新宅那边帮忙呢。有啥事你和我说就行。我想着这次出海让四哥和阿友跟，算了，我去新宅看看，顺便和罗叔说吧。林浩说完，便往妈祖庙的方向走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老罗老婆激动的一拍大腿，儿子要跟着阿浩出海了！天啊，听说一趟就能赚大钱呢！阿青，你家这一年日子可好？听阿浩的口气，这是要带着阿斯跟阿友出海。是啊，二青，这老宅之前没咋的，这现在风水可好，看看阿浩家，再看看你家，啧啧。老罗老婆想着谦虚的，但心中激动，面上的笑容怎么也压抑不住。那是我家的风水好哦，还不是阿浩的运道旺，我们住得近就沾了一点。阿青，阿浩的船不是不要人了吗？老罗老婆想了想，这也不算是啥秘密，不少人都知道了，索性说道：阿浩又订了1艘船，听说还有3、4个月就能下海，我们也是看着阿浩长起来的，就卖了老脸面跟阿浩提了一嘴，没成想真成了。阿浩是个重情的，别说我家，咱村现在全在受他的恩惠呢。就顾家那鬼样子，阿浩也都可怜他们，谁有这么大气的？我听说这次阿浩给船工都发了奖金呢。这个话题几人都非常的感兴趣，就连老罗老婆也想知道发了多少。你咋知道的？没看这几家船工又是送鸡送鸭的，下村陈家还直接赶了1只羊过来。嗨，这有啥稀奇的？平日里他们也经常给老林家送东西，跟着赚了那么多，要是我也天天送。阿芝，你肯定听说了什么吧？说这也是巧，我侄子家就和阿荣娘家住得近，就听说了一嘴，说是船工一趟出海提成加奖金，直接发了这个数。妇女伸出一个巴掌，在众人面前晃了晃。5000，有这么多？鬼的5000，直接是每人5万，可把我那侄子馋坏了，一早跑我家问我能不能让他也到2号的船上。笑话，我要有这本事，还不紧着我儿子。我天啊，你该不会听错了吧？5万块呢，还只一趟发的。怪不得他们不信，这个金额太大了。虽说在海边来钱要容易些，但还是有不少家
一年也赚不到5万块的。结果林浩一趟的奖金就发这么多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妇女轻哼一声，随即又看向老罗老婆，一脸的羡慕。阿青，你这可把好日子盼来了，俩儿子都跟了阿浩，这以后每人一年还不得赚个10几万的。阿青，你家那口子跟阿浩关系好，要不帮我也问问，我儿子也踏实勤快着呢。对啊，阿青，我家男人也还壮实着呢，一艘船怎么也得6、7个人，应该还要人呢。老罗老婆突然大惊，我要往新宅那边送东西，看跟你们说话忘得干干净净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，我先去送东西。几人恋恋不舍地走了，重重的一哼，想屁吃呢，一个个推的人都是不着4、6的。阿浩会带你们。中午时分，老罗带着2儿子回来了。阿浩和你说了。老罗一边洗手一边笑着点头，随即又瞪向旁边2儿子，在船上多长眼少长嘴，人一定要勤快些，不懂就问。要是让阿浩难做，别以为你们长大了，到时我照样拿鞭子抽。知道了，爹。爹，我跟阿浩从小玩到大的，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老子就怕你想着这一茬，记着上了船以后，人家就是老板。老罗老婆也跟着交代起儿子，然后又对自己男人说及了几个妇女聊天的事。奖金是真的，清早我碰到阿和套了2句，那小子说漏嘴了。还有那几个妇女，你以后少接触，一个个靠过来就没一个心思单纯的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。老罗也没再说，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相信自己的老婆，不说多精明，但肯定不是傻蛋。对了，阿浩说这一趟他跟阿平不跟着，你俩给我记着，上船听老猫的话。那人我也接触过，是个憨厚的，不会欺生。还有，不能跟阿和瞎看玩笑，阿浩把他当亲弟弟来着，得罪了他，也就算是开罪了阿浩。钓鱼比赛的日子定在4月28日。这天林浩到了酒店楼下等着，没一会就见到了熟悉的一辆车开了进来。没迟吧？还早着呢。一早我先送了老猫他们，5点多船出的港。林平说着把一个干包递给林浩，这是你的。林浩接过自己的干包，2人背上干包进了酒店，一切准备好，然后便是抽号。林浩抽中的是44号，挺吉利的一个号码，而林平抽的323号。跟着组织方的人员来到停车场，接着又有一个领导拿着喇叭开始向众人宣布人规则。欢迎大家的踊跃参加，这次报名钓鱼比赛的总共869人，10到802人，我们将分成2轮进行对决。第一轮是岸钓，所用的鱼竿型号、钩的大小不限，垂钓方式不管是沉底、浮钓还是路亚皆不限。至于饵料，我们会提供红虫。最后根据所钓鱼获的尾数和重量综合评比，择选前200名参加第2轮远洋钓。好了，现在大家根据自己号牌上车，到地方后先找到自己号牌对应的钓位。林浩上的是第2辆车，刚坐下就见靠窗位置的一个年轻人兴奋地问道：兄弟，哪人？我就是本地的。哟，那你的水平应该不低，说说这海钓和淡水钓有啥区别？林浩一怔，这句话说明对方没有海钓经验啊，菜鸟一枚，居然跑来参加比赛。我叫李刚，内地人，纯粹就是来玩的，几个朋友一起。好名字，我叫林浩。说着又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眼对方的穿着，一看就是一个不缺钱的主。李刚是个自来熟的，看了一眼林浩笑道：我看不少本地人都是背心大裤衩，你咋还长袖长裤呢？对了，你脖子上搭的这块布是干啥的？此刻车子已经启动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伸出陆地的半岛，风景挺不错，至于海岸线是啥情况他还真不清楚。这块布是这样的，海边紫外线太强。说着又看了一眼对方，居然是短袖 T 恤配上沙滩裤，可怜的娃呀。嗨，你还说是本地人，咋比我一个外地的还讲究？晒晒日光浴多好。我晒得多，怕中毒。2人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，李刚又问及之前的问题，淡水钓和海钓的区别。其实区别不大的，只是淡水钓没有掌握潮一说，海钓要注意这些，其他的就看你是采用什么钓法。海水的浮力大于淡水，所以在浮钓时铅皮可以适当的小一些，而要钓底时铅头就要比淡水加大些，否则钩子下沉的不干脆。如果你钓的地方礁石障碍物比较多，那么卸力就要钓死一点，前边一点必须要硬抗鱼的发力，不然就容易切线跑鱼。李刚的面相看上去不错，林浩也不介意多说一点。京城于伐科今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在港城的下属打电话。于总，目前达瓦的股票自我们入手已经涨了21%，而且看样子还会涨。背后除了我们，好像还有推手。我们什么时候平仓？暂时不急，再等2天我会通知你。对了，好像有不少散户也跟着进来了，接下来2天兴许还会有一波上涨。意料之中。于伐科自信地说完这一句便挂了电话，起身看着窗外远处的景致，片刻笑了笑。这么低端的局好久没玩了，还别说挺好使的。阿浩，你小子运气是真好啊！不行，这次赚得多了，他的那份我也得抽点水。
否则这货悠哉悠哉的钓鱼，害我在不停的忙碌，那不把我变成给他打工的了。2个小时的车程，多了一个健谈的新友，倒也不觉得枯燥，很快就到目的地。阿浩，你经常出海吧？那有没有看到过海豚？偶尔碰着。胡子就是大号的海豚，0号还真能不时的碰到。对了，远洋钓我该注意啥？你晕船不？开玩笑，我又不是没坐过船，各地玩的时候快艇坐得多了。0号很想提醒一句，那跟远洋船是2个概念，但想想算了，这货说不得第1轮能不能挺得过来呢？每人一个冰箱已经在调位了，还有抄网都有准备，但千万记着，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用的，过后我们也要回收，如有破损，会市场价要追赔的，请大家爱惜。从这里往东走，看到边上立着刺起的号牌便可以停下。现在是上午10点05分，我们11点准时开钓，不准提前下竿。随车的这工作人员说话就不怎么好听了，反正听着有点硬，就特别想反驳2句的那种。把冰箱糊你脸上，连你脸皮我一起赔了。0号笑了笑，海边岸钓的钓位选择还是蛮有讲究的，第1是礁石区，第2则是海港码头，第3是防波堤，第4是江河入海口，第5是养殖场周边。但0号现在所处的地方可以说是五不沾，不过他也没有多想，只怪自己运气背。走在他旁边的李刚倒是兴奋的不行，脚踩着软软的沙滩，看着广银的海面，面上的笑容就没有停过，不时还会对着海面大吼2句。阿浩，你咋一点都不兴奋？对，你是本地人，天天能看得着，太让我羡慕了。0号很是无语，大哥，咱的钓位是最差的，还兴奋呢，没哭就算好的了。阿刚，等一下别想着底钓了，最好还是采用路亚吧。为什么？水太浅，你打底只能钓到沙蟹之类的。好吃吗？好吧，当自己没说。0号的目光看着旁边的众人，其中有几人跟他一样眉头紧锁，显然是老手，意识到钓位的不好。走了一会，他就看到了自己44号的立牌。阿浩，我的就在这，离你不远。李刚看着0号的号牌笑着道，他是43号，跟0号并排在一起。好好表现，祝你好运。放心吧，我钓鱼很厉害的。0号本想再次提醒他一下，但想了想还是算了。李刚刚朝着自己的钓位走去，到了钓位，0号打开竿箱，开始绑钩。他已经放弃了以重量取胜了，只要自己的分数不那么难看就行。片刻，组织方给他们送来了冰箱、抄网、几瓶矿泉水，还有1盒盒饭，算是他们的午餐了。11点一到，开始下竿，第1竿空了，他也不急，再度用力甩出去，结果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的大笑声。走了狗屎运！看着李刚钩上挂着的2尾小鱼，0号再也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阿浩，我终于了。对了，这是什么鱼？看不清，你先钓吧。倒不是0号郁闷不想说，他是真的看不清。此时自己这1竿明显能感觉到轻微的咬钩，片刻拉上来，还真的中了3尾鱼。这次的尾数是重要的评分点，在小他也算1尾的。李刚不知道是不是新手光环，几乎每抛1竿都不空，但都只是1尾。而0号这边就完全不同了，他用的是5钩钓组，3、4尾是常规操作，大满贯也不稀奇，关键是节奏快啊。没一会放下竿，0号吃起了盒饭，不远处的李刚也放下竿，端着盒饭走了过来。你的饭粒是啥菜？0号一怔，这货还真当比赛试玩，这个时候过来居然是为了讨论盒饭的质量。鸡腿还有带鱼段应该都一样。那个我不喜欢吃鸡腿，你喜欢吃不？0号突然笑了，指了指旁边装菜的小盒子。行吧，带鱼段归你了。你咋这么聪明呢？李刚笑着丝毫没有客气的意思，把他盒中的带鱼段全加到了自己的饭盒里。1块都没留，说好的鸡腿好像也没打算给。哟，咱俩一样，我钓的也是这种。阿浩，这是啥鱼？本地叫鲻鱼。0号吃得很快，收拾好饭盒又开始钓。李刚依旧没有走的意思。片刻，看到一串大满贯，李刚再度激动起来。为啥我只能钓1、2条？阿浩，有啥要领不？你教我。钓这种小鱼和大鱼不一样，不要有明显抖动刺鱼的动作，保持匀速缓慢收线就行。说着，0号又抛了1竿，边往回收线边讲解。看了2竿，李刚转身就跑了，边跑还边喊：我试试，看着都过瘾。没一会，就传来了这货哇哇的大叫声，估计是自认掌握了要领。钓鱼的时间过得很快，6点半的时候，鱼口彻底停了，0号开始收竿，另一边李刚已经收好了。空手走到了他面前，指着自己裸露在外红彤彤的胳膊道：刺刺的疼，这是啥情况？晒伤了，今晚洗澡自然晾干吧，不要用毛巾擦，否则更疼。李刚这一会再看一身包裹到牙齿的0号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还是你有经验。海边的紫外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别说他一个内地人，就连老渔民大太阳时也要戴一顶帽子。阿浩，我这能好吗？没事，过2天会脱皮，1层皮脱了就会好，疼个2、3天的样子。李刚听他这么一说，倒是稍稍的安了心。2人聊了一会，那边有人通知时间到，让他们收拾好自己的装备。走吧。0号恶作剧的在李刚的胳膊上轻拍了一下，这货就像是触电一样，猛地跳了起来，口中的大叫充分表达了这一刻的酸爽。痛痛，0号你不厚道。0号大笑，也到了停车点，相继上车。